天是我在维也纳5月的第一天，要前往医院。今天气色超差的，看严重看得出来身体不是很舒服。资本的 e-card 去挂号，结果他说他的这个 e-card 号码是不被认可的，叫我们打电话去 OGK 申请 e-card 的机构询问，然后现在在联络台湾的保险员。通常我们在买海外医疗保险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付费，然后再申请诊断证明书回来台湾理赔，通常都是你去看医生，他会直接打电话给一个他们当地的机构询问，就是你申请保险的保单上面会有一个每个国家都对应的一个机构，就是台湾在当地住的机构，他打电话去问说，哎，你是不是有投保？如果投保，他们就机构直接给付给医院。好，那今天看不到医生了，因为e-card这个出了一点问题。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申办通过，结果机构也没有通知我们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医生了，请主管打电话去问，才发现e-card没有通过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医院附近的小餐馆吃意大利面，肚子很饿。意大利面、披萨、鸡胸肉，希望不要太咸。好不好吃？超咸的，真的。试试看你鸡胸肉，鸡胸肉呕吐现在终于看完医生了，准备要回去了，也拿完药了，就到最后搞半天，e-card还是没有处理好，所以我们只能先自付，然后回台湾之后再去申请保险，但是120欧加药费12.36吧，还是多少？就大概12块多左右。所以大概是付了133欧元，就大概台币5000块左右，看一次医生。今天是5月的第7天，我们现在在前往布达佩斯的巴士上面。我们这次从维也纳前往布达佩斯，车程是3个小时。我们现在在一家餐厅点了一个意大利面，这盘超辣的，还有披萨跟那个一颗球是什么沙拉吗？意大利面，看看会不会像奥地利的那么咸。很好吃，超级好吃。那再试一下披萨，真的很好吃。现在已经抵达了布达佩斯的 Airbnb， 我们在这里就住1天而已。结果这边真的是出乎意料的漂亮，我超级喜欢的，给大家简单的快速 room tour 一下。玄关一进来呢，这个红砖墙超级漂亮，它这样搭起来配一个镜子超漂亮，头上还放了这样2个这样小灯。再来我们进去，首先这个就是浴室，干湿分离，重点是它这个花纹就是根本是我们台湾常见，我家就会有的，就它放大这样搭起来，竟然这么漂亮，它竟然搭这个木头这样搭起来，完全无违和欸。然后再来就是厨房，这个厨房其实台湾有类似的风格，但是很少见。小小一个，但应有尽有，而且很温馨。然后它的这个用餐区呢，它底下还把它隔起来，再铺一次地板，超级漂亮的。还有用这个椅子也很舒服。房间一进来，这个大镜子也是衣柜，
地板也是那种铺的很温馨的那一种。衣柜。我们现在要前往去露天浴场的路上，第一次搭Budapest的电车。我超喜欢电车，在维也纳也超爱坐电车。到了浴场的入口了哦，这个浴场真的是很难找哎，24000，拿到了，对，买好票进来，私人更衣间，我在65号，这里很漂亮耶，有私人更衣间就是爽啊，在第1间。我的超小私人更衣间，它叫豪华更衣室。好啦，错了啦。要往indoor里面的泳池，室内泳池前进了，外面超冷的，而且都花大钱了，来体验一下indoor的泳池。冰的吗？冰水啊，猜拳输得下去，真的让你很像在那种高级度假村泡温泉的感觉。我们现在要往18的路上，剩14分钟就要关门了，我们必须赶快买早餐。明天的早餐还有今天的晚餐，不然我们真的会饿死。我们这是此次出行的行李，就是一个侧背包，还有登山包，小鹰的，背起来就不会到很重。就这样完成了我们这次欧洲 road trip 的行李打包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布达佩斯的公车站，准备要去另外一个城镇。然后我们在找寄放行李的时候啊，2个怪怪的，他们就在那边坐着，就是一看就是不正常，就霸占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的那个 locker， 然后又跟我们说了一堆话，我完全理都没有理他。我们现在被困在一个地方，叫做这个地方。离我们今天其实要去的一个地方，中文叫做桃坡草洞，差了57公里。我们现在买完票是2点40分的场次，要过去划船，把照片超漂亮的。我们要去这里划船，因为我们也把晚上要回去布达佩斯的票也是在那边已经买好了。结果我们刚刚搭车的时候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已经坐过站那么多站，5点半要回布达佩斯，所以我们今天完全没有玩到，就一直在搭车。公车过去的话，也是需要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。我们这是完全是在快闪公车站。这就是塔坡恰这个小镇。没什么观光客哎，很棒哎，我最喜欢这种冷门地方了。这边有 DM， 把这里拍起来。我们现在在一家离公车站有点距离的地方吃饭，然后我们剩20几分钟要搭公车了，我们要快速晚餐，快速奔跑至公车站。旁边就是湖景。4点50分的夜巴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前往国会大厦那边去看夜景，都还没有真的去布达佩斯走过。手扶梯超快的，超可怕的，跳！哦，换你跳，换你跳，换你跳！你根本没跳，超快的！这是什么极速列车哦？看大家都从我旁边很快的过去，看旁边这个画就知道到底多快。
天坐了8个小时的车，等一下还要再接8个小时的夜车到 Prague。哦，天哪，屁股都快坐烂了，整个膝盖都超痛的。我的晚餐这个烤的配冰卡可乐，撑到明天早上6点，所以我都不敢吃这个生菜啊、生菜啊，这都是洋葱。Budapest 9点半的晚上了，一片黑。我们现在要去一间韩式餐厅点外带，还有就要赶着去打夜吧了。我们刚刚去的那一家韩式料理店说 ，Sorry, the kitchen is closed， 要饿到明天早上6点了。这边也没有什么像台湾 7-Eleven 之类的，就可以赶快。台湾的好没有啊，我一直都想到台湾的好，果然是出了国才会知道台湾的好。去 7-Eleven 就赶快买一饭团什么的，直接就上车了。现在要去打夜吧了。我们现在人在往布拉格的夜吧上面，现在上面超级安静的。刚刚上车前发现刷票没通过，结果是因为我订到5月9号到5月10号的夜吧票，但是我们今天是5月8号，我们其实是要5月9号早上就到了。还好我们当下司机赶快让我们重新买票，然后可以把明天的那个巴士票先取消，损失了大概25欧元，但至少没有把就是隔天的票浪费掉，还可以取消，算幸运。我们明天早上6点会到布拉格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布拉格见喽。我们到了 Prague 啦，今天是5月份的第9天，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，我们要先搭车去 Airbnb 提早 check in 休息一下。布拉格多冷，你转过来。吐一下气。我们看天气预报上面写说 Prague 大概跟维也纳差不多13到15度，结果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太早了，现在超冷的，只有4度而已。而且我的墨镜遗失在 Budapest 的公车上，挂在窗帘上。大家没事不要挂在窗帘，觉得自己会记得。在等房东的时候，我们先来超市逛逛，因为真的太冷了，顺便取暖一下，买个早餐。大概看了一下，捷克币跟台币已经接近是1比1的程度了，让我们换算也很方便。我们今天的早餐，这个房东很好客，人很好。我们现在在 Prague 的电车上，准备要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黄金巷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黄金巷，这边就是一条一直往上走的上坡。现在在黄金巷的顶端，推荐大家来黄金巷这边走上来之后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布拉格的美景，就可以来这边拍个照。今天天气很漂亮，拍起来就很美。现在是5月份，5月初，结果捷克我不知道为什么温差超大的。我们早上来的时候好像4度而已，超级冷。然后刚刚大概12到14度，就是还蛮温暖，有太阳。就现在太阳一走，就我看我又穿上外套，超冷的。来布拉格就是一定要买这个叫什么薯？柚薯吗？我不会发那个中文的那个录音。这个超可爱的，我一定买一只。哇，阳光超好的。现在这边超像一个仙境童话小镇的感觉，这边超美的。布拉格的礼拜5晚上6点半，来买个冰淇淋，总共会是18欧元，有送冰淇淋，有点像吉拿棒的那种感觉，一点都不像。我是说下面这里。我买到了那只老鼠了，
还是有穿衣服的。他送我的一只台币750块。那时候来布拉格前，我就会看很像是老鼠，买到了，超开心的。欧洲人的松弛感。我会翻。等一下，好可怕！好悲好。我那2个人的花费是多少？20欧。20欧而已，超便宜的，很推荐大家来 Prague 租这个船哦。皮包了，开皮巴拉，它不是开皮巴拉啦，它是水豚，那个不是水豚，河狸，哇，好可爱啊！哎，它在尿尿是不是好可爱？它怎么脚一直在踏踏？抓痒啦。哦 Thank you。哎呀，这边是 Euros 的价格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是烧烤店示范，点了一个烤肉石锅拌饭，大家看一下我们点的，感觉很好吃，但是可能会吃不饱。5月的第10天，我们现在人在 Prague， 准备要搭巴士前往 CK 小镇，一样隶属于捷克。那它就是一个很像童话小镇的地方，据说你只需要花到3到5个小时，你就可以把整个小镇逛完。现在是11点半，我们等一下要搭3个小时的车过去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CK 小镇，经历了3个小时的车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现在要走路去住宿地点的路上，很漂亮吧？而且今天天气超好的。我们现在先停留在一间餐厅里面，然后点了一个牛肉汤还是鸡汤，先小吃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再去换钱，因为他这边大部分都只是有现金，不接受刷卡。这边镇上全部都是一些小商店，而且我们刚刚来看了一下，其实价格都还算可以，不会到太贵。超酷的。这很酷哎！如果住在这，我就想把它买回去，会不会带不回台湾啊？哇，这间店超酷的，我好喜欢哦，很复古哎，超赞的耶！我超喜欢这种。无论是在哪个国家，在台湾也好，或者是在外国也好，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复古风的感觉。哇，这些东西都超古老的耶！这边有那种啤酒的制酒机。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捷克 CK 小镇上面的一个兔形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建在一个真正的中世纪地牢中，一走进来呢，就能感受到墙壁渗出的湿气与沉重，不是阴冷，而是压抑，仿佛每一块石头、每一根木梁都记得过去曾发生的一切。这里收藏的不是艺术品，而是残酷的历史证据。每一件展品都曾经是人类用来处罚彼此的工具，无论是用来让人流血，还是慢慢折磨、羞辱，让人精神崩溃。它不是单纯的惩罚，而是设计的极其精密的痛苦。有些刑具的外表看起来甚至很普通，但只要你知道它的用处，你就会背脊发凉。也不需要知道它们的名字，也不用看得太仔细，因为光是站在这样的空间里，你就已经能感受到那种残酷和绝望。展示区的灯光刻意昏暗，地面略微倾斜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。模拟受刑人的蜡像静静地摆在角落，表情扭曲，身体僵硬，像是某个瞬间被永远冻结了下来。它们不是装饰品，而是历史的回声。
你会发现，当正义被交到错误的手中时，它会变成什么模样？当权力失控，法律就可能变成工具，专门用来压抑意见、控制思想或者消灭不顺从的人。我们刚刚把这个酷刑博物馆看完了，实在是整体感觉不是很舒服很可怕你觉得嘞？对。我们现在要前往去看熊的路上，熊说在城堡里面，结果我们刚刚有一条路要去城堡的路被封起来了，然后我们就问那个警卫说熊在哪里嘛？这样，那个警卫就说今天熊不在城堡里面。我们想去划船，我说那你知道划船的那个租船的地点在哪吗？他说那个离这边很远，他们是从另外一个城市，在另外一个城市租的。我说所以这些人从另外一个城市划来这里那操作要几10公里吧？他说对啊，可能吧。还要去问其他在地人。城堡。我们现在爬这个超斜的斜坡，天啊！然后背着这个大行囊，身上挂了一堆相机，每次出去玩都要把它记录起来，以后老了才有东西可以看，才知道自己到底去了哪里，经历了什么。就是我说的那个划船的，怎么可能从另外一个城市划过来啦？划这么慢，我们等一下去找哪里可以划船呢？这是我们现在在通往城堡花园中间的一个空桥。城堡的入口处旁边，这边有一道可以这样走过来。在这边看熊，就不用在大门那边人挤人了。这边这样下去就会看到，他们现在在这边睡觉。他好像很忧郁。对啊，他好可怜。对啊。我看到了一家可爱的小店，我超喜欢的这个老鼠。超多木偶的，这个我个人是觉得摆回家是有点可怕。超可爱，这好像是那个老鼠一家人，很可爱。我要买这个，这只他们好像是一家人的，好可爱哦！而且这边卖还比较便宜嘞。这小车子也超可爱的，我买回去。我们今天在 CK 小镇点的，刚还一碗汤就被他喝完了。好开心啊！开心要吃饭了，然后等一下要走2公里到住宿的地方，因为镇上完全没有交通工具。超级爆炸好吃！大家记得来这间餐厅，如果你有来CK小镇的话，叫做 Papa PAP， 很好记，超级好吃。我们现在吃完饭要回住宿的地方，但无奈住宿的地方实在是距离这边就是中心太远了，大概2公里左右。我们实在是不想走路，又被这个打包包，我们就叫计程车。我们的早餐跟中餐，然后 chocolate 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一个热狗卷，那个意大利面在微波炉，总共花了大概600多块台币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前往慕尼黑，在林芝转车一定要这么多，一直到晚上。我们现在要第一次经历边境检查，现在警察要上这个巴士。今天是5月的第11天，我们从 CK 小镇前往到慕尼黑了。现在要准备搭车去我们的 Airbnb。现在人位于慕尼黑的中央车站，结果
我们有点完全搞混，不知道该怎么走，超大的。今天就大概就是搭车行程啊，明天我们会去集中营参观，还要去那个湖边大自然景点走走。原本想到 Airbnb 了，结果男朋友发现我们有一袋纪念品放在我们要去 Airbnb 的某一个车站那边，结果我们现在要坐回来，花了半个小时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那一袋，因为那一袋放在那边，不知道会不会被人家拿走。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没有。上车。还是没找到，刚刚去问站务人，应该是被人家拿走。在 CK 小镇买的纪念品全部都没。慕尼黑的晚上9点，我们要走去吃饭了。Guten Morgen， 今天是我们在慕尼黑的5月第12天，我们现在人正在达豪集中营。那相信大家对于集中营这个词在以前历史课上面应该是不陌生。那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实际走访这个集中营的背后呢，又有什么令人不寒而栗的一些真相和秘密。那今天就带大家一探究竟，走访达豪集中营。这里是达豪集中营的入口，铁门上呢写着一句标语，意思是劳动使人自由。但在这里，这句话只是一场巨大的讽刺。一走进来呢，就看到这个超宽的大广场，这里曾经是囚犯每天早晚点名集合的地方。不管天气多冷多热，所有的人都得站在这里排好队，不许出声。有时候点名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，甚至要数人头数到死者都得算进去。太难昏倒的、站不住的，甚至被打或被拖出去处罚。这里曾经不只是广场，而是用来彻底摧毁人性尊严的工具。旁边这栋建筑是现代的展览馆，原本是纳粹的行政总部，里面记录了达豪集中营从1933年到1945年之间的历史，也展示了很多受害者留下的物品和档案。你可以看到不同时期被关押的族群，包含最早的政治犯，后来的犹太人、罗姆人、同性恋者、宗教领袖，甚至是神职人员。展区里还展示了一些囚犯的条纹衣、身份编号，还有一些秘密写下来的信件。很多囚犯在进来后名字就不再被使用，只剩一个号码。那每天被强迫劳动，营养极差，生病也无法就医，很多人都活不过几个月。展览馆还有一个地方是纳粹高层如何计划管理这些集中营的资料。这里不是随便的暴力，而是一整套体系化、制度化的压迫。从达豪开始，这种管理模式就被复制到欧洲各地的集中营。这座墙上刻着警示的文字，提醒我们绝不能忘记这段黑暗的历史。这座扭曲的人形雕塑是国际纪念碑，象征无数在这里失去生命的灵魂。附近有2座教堂，一座里面有巨大十字架和小俘虏人雕像，象征受难与无助。另一座教堂像个深洞，里面摆着墓碑，环境肃穆，让人深刻反思过去。这里是囚犯之前过夜的地方，床铺非常简陋，都是木质双层床板，没有床垫，床位紧密排列，空间非常拥挤，完全没有隐私可言。囚犯每天都只能睡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寒冷又不舒服。再往前走是更衣区，这里原本是囚犯换衣服和清理自己的地方，但空间狭小，条件恶劣，囚犯们必须在这里排队换上他们的制服，没有任何个人空间。旁边是厕所区，设施非常简陋，只有少数的蹲式厕所，且没有隔间。这里既不卫生又拥挤，囚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，面临着极大的身体与心理压力。这里是火葬场的入口，当年被害者被押进这里，步入人生最后的黑暗一刻。空气中仿佛还残留着那段历史的沉重与绝望。进去后，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焚化炉，这些焚尸炉被用来焚烧无数无辜者的遗体。炉子冷冰冰的金属外壳和残酷的用途形成强烈对比，令人心痛。毒气室就在旁边，那是囚犯被关押并用毒气杀害的地方，封闭狭小，充满死亡的恐惧。
接着是一个消毒室，当时用来清洗和消毒囚犯的衣物，防止疾病蔓延，环境简陋而严酷。最后，区内还有另一台焚化炉。整个火葬场区域是纳粹暴行最残酷的见证。Good time again， 今天是5月的第13天，我们一样在慕尼黑，现在在一间店叫做 KIK， 不知道怎么发音，很便宜，然后像那种大创感觉什么都有，然后东西感觉超棒的，这个超可爱，装饰品，我想买一个回家哦，多少钱？5.99，这边东西又超便宜，我们刚刚挖到果汁机，才9.99块而已，还有这个水杯也是9.99，超级便宜。我们来这边挖宝，然后因为下个月要去意大利了，要买很多海边的东西，我们就在这边大采购一波。真的，等一下4点多的巴士要回维也纳，赶快采购一波耶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买了什么。我们买了这个记忆枕，那因为我们就是想找很久，因为我们都一直去旅行嘛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很舒服。但是从台湾带过来都是没有很好用，然后也没有这个绑带可以扣在登山包上，我们就买了这个记忆枕，然后还买了鞋耙子，还有袜子跟眼镜盒。然后就他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玩偶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还买了2件吊嘎，为什么是2XL？ M 号的2件哦，还有一个果汁机，你的野餐垫，行李箱70欧而已，我们要带回台湾再加购一个行李了，不然带不东西回去了。就是这个店。很多好东西，推荐大家如果来德国，它是连锁店的样子，可以来这边买哦。我就很想喝雀巢柠檬茶，在德国没有找到它，超级好喝。我们现在准备要搭巴士回维也纳了，欧洲 road trip 之旅先到这边啦。今天是我在维也纳5月的第25天，刚好是我家猫咪的生日。因为最近端午节快到了嘛，所以今天要参加一个活动，是在维也纳的划龙舟活动。那我男朋友好像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收到这个邀请，他就有报名去参加了。那我就是陪同，因为他说现场还有很多什么台湾特色美食小吃摊。来奥地利3个多月，要4月了，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这是在22区，超级热闹。走过来之后，第一个就发现还有客家会。现在先趁空档期间来逛一下这个小摊贩。现在已经1点半了，结果他们还没开始划龙舟，我不想等他了，我要先来去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。那先去来买个粽子跟冬瓜茶。竟然还有卖霸丸，可是一颗要5块欧元。我想要一个粽子，一个粽子。你要素粽是肉的。结果我正要吃粽子的时候呢，我发现我男朋友已经准备要上船了，我很后悔我没有带那个另外一台 Aspro 给他拍。来试试看奥地利的台湾粽，里面有五花肉、花生、香菇，还蛮好吃的哦。我觉得还行，虽然已经有点冷掉了，但我觉得还不错。在奥地利这样的标准是 OK 了。一个是3.5欧，比它120几块吧，差不多。刚刚又买了一个冬瓜茶，2欧。很好喝，真的有那种台湾古早味的感觉，只是奥地利口味是比较重甜重咸一点。想吃桃子，来买看霸王吃吃看，刚好剩最后一颗霸王，等下再试试看跟我们家的霸王有没有差别。好吃吗？跟台湾的香肠不太一样，台湾的比较香。
好，刚刚买到了一份肉圆。那大家之前假如有看过我影片的话，我有提及到说，其实我们家是做霸丸出来的，妈家啦。所以其实我们家做肉圆也大概40几年了。平常看看这个肉圆吃起来跟我们台湾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要吃一口。这个肉圆还不错哦，它比较吃起来比较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有台湾味，还不错。一颗是5欧元。老板，这里面包什么？这里面包杏肉，再加上泡笋。哦，竹笋。那一个好了。那个皮太厚了，然后再吃皮而已。好 Q 哦，我不喜欢用 QQ 的东西。不给过，这是我今天吃过最不好吃的糖葫芦，是中国版的，试试看，没有试过。好冰哦，好冰哦！不是台湾那种夜市的糖葫芦，应该是他们中国版本的那种糖葫芦，山楂包凤梨。我没有很喜欢，只不喜欢没吃过。Morgan， 今天是5月的第26天，我们现在人在一个像是运动中心。那今天要跟我们公司的同事还有老板一起打羽毛球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场地的样子，还不错啦，应有尽有。我们现在在一家 buffet 吃饭。Morgan， 今天是5月的最后一天，31号。今天就是一个很 casual， 随便去住家附近这里晃晃。原本是我要去图书馆，他去健身房，但因为出发前遇到了一些跟房东有一些问题，所以在处理，所以又搞到很晚，没时间去了，都关门了。先去H-Bar买个东西吃，不然明天没东西吃了。然后倒个垃圾。我们现在要准备搭车上山，我们都还没好好放过我们住的这一边。通常这种就是很像是去海边的小步道跑过来，有动物在这。这边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，比较漂亮，看看是什么。好啦，奥地利打工度假 Episode 4。到尾声了，那我们下礼拜要出发的地方是意大利的罗马跟巴林岛。这个旅程是我目前最期待的一个旅程，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有碰水了，好想去潜水哦。所以我们在萨丁尼亚，我们整个是安排的是下水的行程，有超漂亮的玻璃海啊，我们就可以在上面浮潜游泳一整天。然后我们这次也有一些很特别的体验，让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按赞，到时候记得开启小铃铛通知，锁定一下我们去意大利到底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。Episode 5见咯， See you next video, peace.